3名潜水员潜入一个水下洞穴，返回时只上来了2个。为了寻找失踪的同伴，剩下的2人又立刻潜了下去，但这一次只上来了1个。事故的事发地是位于美国一片名为阿马格萨的广袤沙漠之中，这里有一个名为魔鬼洞的水潭。早在1952年就有相关法律禁止在魔鬼洞进行潜水活动，并且在魔鬼洞周围用高高的铁丝网和警告牌将这里层层围住，禁止任何人进入。1964年，在获得美国协会许可后，吉姆·霍茨和他的团队对魔鬼洞进行了首次科学勘探，初步绘制出了这个水下迷宫的草图。据报告显示，那片小水潭只是一个开始，而笔直向下则通向更深处的空间，那里通往一个被称为阿克里峡谷的巨大空间。峡谷的底部还潜藏着一个垂直向下的深井，被称为水之眼，在其下方连接的是一个完全未探索的未知通道，其深度无从得知。报道发出后，19岁的保罗·詹孔蒂耶里，他热爱潜水，但是他的洞穴潜水经验却是一片空白。当他在报纸上读到吉姆对魔鬼洞的描述时，冲动之下他迅速召集了一个探险小队。大卫·罗斯20岁，是他的新姐夫；杰克·阿尔特与比尔·阿尔特兄弟，他们是保罗的朋友。这个4人团队有一个致命的共同点，全部都是洞穴潜水新手。1965年6月19日，夜幕降临后，4人开着车，带着他们简陋的装备，驶向了阿马格萨沙漠。到达目的地后，他们轻易地在围栏上找到了一个破损处，钻了进去。在下水前的最后一刻，阿尔特兄弟中的哥哥比尔·阿尔特退缩了，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最终决定放弃潜水，留在洞口为大家放哨和接应。这个在当时看来或许有些胆怯的决定，最终却拯救了他的生命。深夜11点，保罗、大卫和弟弟杰克·阿尔特穿戴好装备，相互检查了一下，便潜入了水中。初入水下，3人小心翼翼地绕过将鱼生活的平台，他们还在那里留下了一组备用气瓶作为最后的安全保障。他们顺利通过了瓶颈，抵达了宏伟的阿克里峡谷。那一刻，他们被眼前的景象彻底震撼了。这是一个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巨大地下空间，被前所未有的奇景和兴奋感冲昏了头脑。他们忘记了时间，也忽略了深度计上不断跳动的数字。他们不断向更深处探索，直到在水下约91米的位置才停了下来。这是一个业余潜水员使用常规压缩空气的绝对禁区。在这个深度，巨大的水压会使空气中的氮气产生强烈的麻醉效果，即氮醉。不知过了多久，队伍中相对谨慎的杰克·阿尔特看了一眼自己的压力表，发现空气余量已经不多，他立刻向保罗和大卫做出了上升的手势。3人达成一致，开始沿着来时作为信标的引导绳缓慢原路返回。然而，就在杰克和大卫顺利上升到水下10米左右的减压点，准备做短暂停留时，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摆在了他们面前：跟在队伍最后面的保罗竟然不见了。他们悬浮在水中，向着下方无尽的黑暗望去，只有一片死寂，没有任何灯光，没有任何回应。巨大的恐慌瞬间击溃了理智。杰克和大卫在极度的焦虑下，甚至连最基本的减压程序都未完成，便直接不顾一切地冲向水面。这种快速上升的做法极易导致致命的减压病，但当时他们已无暇顾及。被恐惧和旧有心切的情绪支配的杰克和大卫立刻换上岸边准备的备用气瓶，再一次潜入了水中。第2次下潜，2人再次回到了阿克里峡谷。大卫做了一个分头寻找的手势，示意自己去搜索峡谷的左侧区域，那里有许多复杂的岔路和独立空间。随即他的身影便消失在了黑暗中，而独自一人悬浮在巨大洞室中央的杰克·阿尔特彻底被恐惧击垮了，呼吸变得愈发急促。一个可怕的念头钻进他的脑海，气瓶里的空气可能不足以支持他完成搜索，甚至连一次完整的减压上升都可能无法保证。强烈的求生本能战胜了对同伴的忠诚。在极度的恐慌驱使下，杰克没有呼喊大卫，没有做任何交流，他转过身，开始拼命地向上游去。他脑中唯一的念头就是活下去，离开这里。当他回到安全的减压点时，之前的恐慌才逐渐平复。他开始在水中等待，直到杰克·阿尔特独自完成了整个减压过程，精疲力尽地浮出水面。那片平静的水域之下始终没有第2个气泡升起。比尔·阿尔特看着弟弟独自一人，满脸惊恐地爬上岸，听着他颤抖地挤出那句大卫也没上来。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兄弟俩失魂落魄，他们立刻驱车返回拉斯维加斯报警。当地警方接到这起离奇的失踪案后也束手无策，他们不具备任何洞穴潜水救援的能力。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能联系那位唯一真正了解魔鬼洞的专家吉姆·霍茨。6月20日凌晨，天还没亮，吉姆·霍茨便带领着他的专业潜水团队赶到了魔鬼洞。一场大规模的搜救行动就此展开。救援队分为3组，轮流下潜进行地毯式搜索。第一组由吉姆亲自带队，他们沿着保罗3人最初的路线一路搜寻，
直至90多米深的阿克里峡谷。然而，搜寻数小时，除了在水下30米处发现了一个仍在发光的手电筒外，两人一无所获。第二组的任务是重点搜索大卫最后的消失区域——峡谷左侧的复杂地带。在这里，搜救队有了发现：一个潜水面罩和一根呼吸管静静地躺在洞底。最关键的是，人到底去了哪里？搜救队搜遍了所有相连的通道和洞室，依然不见大卫的踪影。2次搜寻均以失败告终后，第3组接下了这个最危险的任务。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穿越复杂的水下通道，抵达了布朗市，却一无所获。所有的可能性都被排除。最终，吉姆和搭档决定做最后的尝试。他们潜到了水之眼的上方，再次将那根284米长的加重绳索垂入其中，直到整卷绳子全部放完，传来的依然是空荡荡的拉力。这最后的尝试正式宣告了搜救的失败。魔鬼洞的深度远远超出了当时技术所能触及的极限。当天，搜救行动在绝望中宣告终止。保罗·詹孙蒂耶里和大卫·罗斯被正式宣布失踪，并推定死亡。保罗和大卫的遗体从未被找到。随着技术的进步，虽然有后续的科考潜水员进入过魔鬼洞，甚至在更深处发现了新的未知通道，但再也没有人提起搜寻遗体的计划。